我曾经认为你是个优秀的人，但我错了，你是个软蛋，软蛋！我想飞格里，我想飞。报告，进来。高志航奉命前来报道。你本来还有2天休假，休不上了。南京派来一个使团到奉天视察，为首的中央大员吴铁城是少帅的挚友，又刚刚当选国民党第3届中央执委。无论于公于私，少帅都认为有必要派飞机护航，
给足面子。是。高志航那时飞的是 I-26，据说是苏联雅克系列战机的鼻祖。雅克在后来的二战中，号称世界优秀战机的3剑客之一。但 I-26当时的名声不咋地，高志航叫他瘸腿驴。他的起落架要么放得下，要么放下了收不起来。飞鹰队当时的战机号称300架。史料上记载的有法国的布莱克、高德龙、伊斯特，有英国的大尾美型和小尾美型，还有几架美国产的霍克，简直就是飞机的博览会。亲，哎呀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张副司令，这是荣参谋长。幸会，幸会。里面请。这是东北易帜以后，南京第一次派人来啊。蒋公让我给你带好了，真是深感荣幸啊！里面请。好。对不起了，许教官。上了天以后，你只能是我的良机。高志航，你别嘚瑟，你在天上能待多久啊？迟早不得到地上来吗？哎，铁兵兄啊，这个科目日程上可没有啊，这是你点的，我可没有向南京炫耀武力的意思。汉卿啊，这你可多虑了，我没有来探你家底儿的意思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的先父确实有先见之明。国内各系军阀，论起空军来，除了粤系，还有韩复榘，还算有几架破飞机而外，其余各系几乎是零。论起空军，还就属你们奉系了。数量之多，堪比中央军。不瞒你说，东北军号称有300架飞机，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，真正能成功作战的不过100架。不错，汉卿啊，数量多寡那是次要问题。你的优势在于，在国外有一批学业有成归来的飞行员。据南京航空总署的人判断，中国未来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会出在南京，而是你们奉系。那看要跟谁打了。打内战是出不了王牌飞行员的，要是出了，国人也不会认可。汉卿的意思是，你可以转告委员长，
我的飞机是给老毛子和小鬼子准备的。好，我一定如实转告。进来，预备。林明勇，介绍一下，他就是抢了我风头的高志航。你好，长官好。徐峥，你好，长官。你从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吗？报告长官，我原名叫高明九，高志航是我去法国留学之前改的。如果我记得不错，那天是民国11年11月12日。高志航，好啊，志在航空。是。关于你的身世，我还想多听几句。我坚信，国家未来的荣辱将取决于空中力量。我等一辈当志在空军。汉卿啊，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他刚才说的是国家，而不是你统辖下的东北。没错，东北军当有国家情怀。下次我再请你们看啊！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荣臻参谋长来电，日本人打进奉天了。他这个靶子！6条河的铁路被炸，日本人正往城里开进。长春、四平、开原、丹东的日本人都动起来了。荣参谋长怀疑，日本人要以爆炸为号，在整个东三省展开统一的行动。部队接上火了吗？没有。荣参谋长说事关重大，必须听您的指令。回去。老大，这外边怎么了？啊，吓死了！啊，中枪了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我哪知道啊！哎呀，吓死人了！你说，孩子家里直哭，你穿鞋干啥去？出去看看去。我跟你说，天塌下有张和六的顶着，有你啥事儿啊？你俩老实跟家待着，哪也不许去。你给我站住！葛亮，你抱孩子，你给我回来！这个瘪犊子！怎么了？你是哪里的？飞鹰队的。你呢？我是北大营的。咋回事？300多个鬼子把北大营给端了。你们手里拿的小火棍啊！一帮废物混蛋！废物！要骂你骂当官的去，是他们下的命令不抵抗。你们旅长是谁？王义哲。告诉王义哲，我去他妈的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
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第7旅上校旅长王一哲。你是谁？高志航。高志航，就是那个留法的瘸子教官是吗？有耳闻。我告诉你，敢大口骂我妈的人，我一定让他吃枪子儿。我今天，我忍了，忍了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。你他妈放屁！放屁！我告诉你，这是事实。现在，全体下车，列队。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稍起。弟兄们，今天是9月18号，记住这个日子。你们跟了我好几年了，从西夏洼子到东山嘴子，后来又到大队长，这咋回事啊？哎，这么晚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啥？鬼子打进来了，我是来请战的。精神确实可嘉，遗憾的是上级有令，不许抵抗。你在等啥呢？你在等鬼子来接手吗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你没看到吗？我身后这边人都是来请战的，都回去吧，明天也不要来了。这也是上头的命令。没错。大队长，我求你，下令起飞。高志航，你可不要乱来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我数到3，1、2。高志航，这可是你用枪逼着我下的命令。
上头如果怪罪，你就把我交上去。走！大队长说了，那个敢擅自起飞就杀无赦。齐文军，你就在上上马！高长，给我抓起来！高志航，你威逼长官煽动抵抗，我按战时条例把你就地枪决。要枪决，把我们都枪决！开枪吧，秦文军，我看你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哎呀，你说话呀！大军奉天了。那你咋还在家待着呀？上头不让抵抗。谁的他妈命令啊？啊？不让抵抗，这不是混蛋吗？你说，养你们这些人有啥用啊？白吃饱，这是。妈，我今晚得出丰田。干啥去？我要去北平。我不相信这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。可这兵荒马乱的，你说葛丽尔一个人带个吃奶的孩子，妈，你听我说嘛。日本人不抓我，我们大队长也得抓我。抓你干啥呀？他不让动飞机，我拿枪顶着他脑门儿。妈，他们把我出卖给日本人的，一定的。好了，你走吧，妈和孩子我可以照管。以后我们到三棵榆树，你往哪写信？小瘪犊子，听你妈妈和奶奶的话，妈，你爸去找飞机，爸爸上了飞机，小鬼子就怕你爸了，照顾好自己。这是日本占领奉天的情景。奉天失守后，东北各城市纷纷沦陷。日本记者发回东京这样一则电讯：帝国皇军所向披靡，如捣空槽。
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有7个日本士兵在军曹带领下，没费一枪一弹，就占领了吉林的一座县城。有宝了！快点！这都啥时候你喝成这样啊？这是。去哪儿啊？我问你话呢，你去哪儿啊？厂里都乱套了，我回通化多听听去。你这是皮呢？啥？皮呢？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？上北平。说中了。说啥？你说中了。你说啥呢？啊？不是我问你话呢，听着，别喝了。哎，小慧呢？说话，小慧呢？刚才带小叔子去，给我一顿打，说你们都逃到关内去了，让我别再指望你了。你他妈是个废物啊！啊！一辈子挨打，你不会还手啊？你咋这么窝囊呢？我敢还吗？给我！给我！我的小慧没了。就你个人的啊，伤都派你去的啊？不是，那你这咋算呢？啊？啥也不算。啥玩意儿？啥也不算呢？不是，我逃我是老百姓，你穿个大皮靴，走得哗哗的，你也逃啊？啊？你瞪我干啥呀？你瞪我，我也得说。你说你们这帮当兵的，上不能保国，下不能保家，活着干啥呀？啊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奉天厂里没有一个东北军都是小日本的啊！不是，就是养个看门狗，是不是还得汪汪叫两声呢？啊！你们一声不吱，蔫了吧唧躲跑了，你让我们咋活啊？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是啥不？是天，知道不？是天，瞪我干啥？啊？瞪我干啥？小笨蛋！我让你喝。活得有点骨气啊，把自己照顾好了。这玩意儿别说这是我先哥。这都是，快，我这个，我这个，快！也不知道老大现在在哪儿。高志航走后的第2天，格列尔雇了一辆马车，和婆婆、女儿去了通化乡下。别跟我装糊涂。高立良写文章回忆说，
那时他才3岁，你说老大这不懂沧桑离乱。一过门，模糊的印象中，那是一次还算愉快的旅行。鸟在天上飞，太阳红光满面，道路似乎没有尽头。但他不明白，为什么妈妈总是不停地流泪。我只是为他担心。小时候，我外婆给我讲个故事：一个猎人进山，把狼窝断了。公狼回来后找不到母狼和自己的孩子，就不吃不喝，把自己饿死。哎呀，老大可没那么傻，他可不能把自己饿死。他像他爹。我跟你说，日本人呐，要都遇上老大这样的，那他就倒透霉了。长官，刚刚接到最新战报，您是自己看还是？医生说他现在需要卧床静养，最好不要打扰。卧床，我一个大男人，又不是女人坐月子，都给我滚！汉卿，你肝火太旺，这样罢了，会养病。你也走。念。 19日当天，奉天已经全部沦陷。第7旅旅长王以哲按照您的训令，率残部向北平撤退。飞鹰队的情况怎么样？300多架战机，全部落到敌人手里。我刚买的20架容克战机呢？情况不明。大队长秦文军，据说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。 完蛋了！他是个软骨头，他一定会拿我的战机向日本人请功的。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，东北沦陷的城市还有辽宁的营口、凤凰城、安东、开远、吉林的长春、宽城子、二道沟、四平。预计3天之内，南满铁路和安丰铁路沿线的18个城市将全部沦陷。 还有，说，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西洽率部投降了日本人。坊间对我张某人有什么传闻？都是些小报的流言蜚语，不说也罢。张某人成为千古罪人了。再敢往前一步，我毙了你！别拿枪唬我啊！都给我闪开！谁在外边吵？ 飞鹰队教官高志航一大早就来了，吵闹着非要见您，怎么撵都不走。撵他干什么？啊，进来。是。我有要事要见副总司令。给我让开！ 副总司令心情很差，说话注意点。志航未着军装，只能行鞠躬礼了。 哼哼。
拍马屁的怎么换了这身打扮了？奉天让日本人占了，我要是还穿着飞鹰队的制服，不被日本鬼子打死，也会被老百姓的唾沫星子淹死。别绕弯了，有话直说。我就想问您一句：不抵抗的训令是您下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你一个下级军官也敢来质问我吗？属下不敢。属下只是觉得平日里长官对属下不薄，不想眼看着有人往长官的头上扣屎盆子。这些是沿途买的报纸，请长官过目。你是信报纸，还是信我？信你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不抵抗的训令是我下的。坊间有各种传说，有的说是委员长的密令，不可假我之口。扯淡！东北是我的地盘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会听别人摆布的。知道了，支行告辞。回来，你还什么也没说呢。我来这是为了请战。既然训令是您下的，那我无话可说了。你对我很失望是吧？何止是失望？这不像你高志航啊！你还有话没有说出来？说吧。9·18以后，我已经枪毙了2个，抓起来1个，都是诽谤我的。您的副官跟我说过了。不过东北沦陷之后，支行不过是烂命一条。您要想要随时拿走。民国8年，您提出航空救国，耗费几百万大洋，组建了空军，我信了。加入飞鹰队那年，我不满18岁。民国11年，您提出事宜之长，派人去法国留学，我有心了。我还喋血盟誓，把名字改成了叫高志航。您知道我在法国那3年是怎么过的吗？可是现在，日本人打到东北了，您是我们东北军的最高统帅，你却扔出了一句不抵抗。您知道吗？就这一句不抵抗，您废了东北100万将士的武功。你这个混蛋，不是在
说我卖国吧？不用我来说，历史会证明的。张学良犯有卖国罪，我会自杀以谢国人。放开！放开行动！放开！放开！东北是我的地盘，地盘被人家抢了，谁能来救我？我和日本人。不是北上，而是南下，坐镇江西，亲自督阵，对共匪的第3次围剿。你说这个仗怎么打？我东北军打也是亡，不打也是亡。有的人说，你张学良，东北汉子，应该宁折不弯，扯淡！都他妈折了，我还弯什么？我不是傻子。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保存实力。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，这可是我心里的秘密，你不许传给外人。您放心，你走吧。长官保重。慢，你准备去哪里啊？还没想好。
如果你愿意，可以留下来当我的副官。志航离开飞机，就别无报国之所长。再说了，真留下，得把您气个好歹的。拿着这封推荐信，到南京去见蒋夫人。不过我判断，你也就是个开飞机的，混碗饭吃吧。长官，待到你打回东北之日，志航随时听令。我宣布，蒋委员长贺寿大典现在开始，全体起立，奏中华民国国歌。旗呢？我不是跟你说机头上贴面旗吗？旗我准备了，总队长不让贴。贴上。高教官，贴上，出了事儿我负责。哎，谁让你贴的？我让他贴的。不准贴。为啥不准贴？请问总队长，我又触犯哪条军规了？我是怕你丢人现眼。那您可以取消我的飞行表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哼，高志航，我知道你有意见，说出来可以听听吗？驱逐格里尔是你下的命令，你可以这样认为，你不觉得很过分吗？高志航，你在质问我吗？你要知道，你是党国之军人，儿女私情，党置之度外。党国之军人，好啊。党国之军人能够容忍日本人在地面上撒野，却容不下我老婆。搞不明白。恃才傲物，目无长官，还嬉皮笑脸，谁管你这个臭毛病啊？报告长官，志航生来这副德行，你要骂应该骂我爹娘去。你给我站住！高志航，我再次提醒你，不要头脑一热就玩个贴地倒飞，这样要出乱子的。亲自前来。我今天晚上会在电话上形容给他听的。哦，对了，委员长本来不打算要请日本领事的，我后来说服了他。我是想
让日本领事给日本内阁传句话：中国空军已经成军了。夫人这么说，我的压力可就大了。说实话，就中国现在的情况，空军和日本比起来，数量上是有绝对优势的。我不这么看，我更看重意志。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法国素有特技表演传统，从1931年开始，每个空军部队都可以自发组织表演队。这次来华表演的是伊坦佩斯巡逻兵表演队，机型是莫兰恩225，领队埃莫里上校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王牌飞行员。现在出场的是美国 F6F 第1猫，它来自美国的航空母舰，是一种经过改造的专门用于表演的飞机。飞行员叫什么？叫高志航。高志航，你对赌什么？你别忘了，你今天代表的可是中国空军。爹地男人要血脉血脉！之下的空军比你想象的要好啊！当然了，这都是夫人的功劳。夫人说过，空军至高无上嘛。我说过吗？是，您说过。在第4次视察笕桥的时候，您还说要把中国的空军办成现在的皇帝。谢谢。有人说，这只是句大而无当的口号。不，在我看来，夫人这是大方略，极具世态眼力啊。仍然，你去帮我问一下，这个飞行员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了，外公？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英豪啊！就凭他刚才的表演啊，我捐1万银元。好啊！10点，我要接见这位高志航，给他座位。好。
你急着要见我，就是想惩治一下高志航？不错，未曾匹夫之勇，全然不把上司的命令当回事。你能容忍这样的部下吗？帮主啊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3天之内，高志航那个贴地倒飞的照片将会刊登在全国几百家报刊上，说不定还会轰动全世界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所以，我把你请来是向你请示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把他踢出航校。哼，好啊好啊，你这个想法倒是和蒋夫人的不谋而合。这样吧，10点钟我要带高志航去见蒋夫人。1周之内，你肯定能得到高志航的最新消息。我说帮主啊，容人者，方能为众人所容啊。长官，您看什么呢？蒋夫人有个毛病，啊，不是习惯，她见不得别人身上有线头什么的，这样她会不舒服。那我该怎么称呼蒋夫人？哈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粗人，看不出来你也挺细心的。这是我来南京以后学会的。她更喜欢别人称她公职。可我听说蒋夫人挂名的公职不少。你是空军教官，还是叫他秘书长吧。明白了。进来。秘书长，我把高志航带来了。秘书长，你好。你好。到底东北人啊，看上去一股凛寒之气。秘书长这是在夸我。当然是在夸你。来坐。昨晚我和委员长通话了，他对你高志航的特技表演深感意外，说我们的空军这几年有长足进步，要是多出了几个高志航，他就可以和日本人叫板了。后面还有话说我们的空军还年轻，有很多的事情不尽如人意。这一点，我这个主任理当第一个反省。我这个秘书长也要好好反省。今后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空军上。让你们看看，这些都是书籍资料，都是和空军有关的。光这一本杜黑的《制空权》，我就已经啃了2遍了。知道杜黑吗？杜黑在欧洲被称为战略空军之父。这本书我在法国时就看过。哦，惭愧，人我知道，书没有读。身为泱泱大国的空军1号人物，你不研究杜黑，近乎失职啊！是，请夫人转告委员长，卑职一定精进努力。高志航啊，在当前的时局下，我很想听听你对中国空军的看法。
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官，空军乃国之大器，还是请周主任说吧。你年轻又是军人，不要顾忌太多嘛。国军将领有很多疏于军务，却精于事故，我不喜欢的。夫人都发话了，你就放胆说吧。啊，是。自从日本人进关以来，我平日里想的最多的，就是中日一旦开战，我们会不会很快丧失制空权？我们内部有人说，中日一旦开战，我们的空军一触即溃。夫人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好像是毛邦初在会上的发言。可你也没有反对啊。秘书长，这你也知道，就我们空军这点家底，也只能对付共军。制空权真有那么重要吗？和共军相比，我们拥有绝对的制空权。我们还搞了5次大围剿，可时至今日，还没有消灭共军。这对杜黑不是个讽刺吗？秘书长，请恕我直言，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空军还不够强大。但是，我觉得陆军有推卸不了的责任。不客气地说，因为陆军的无能，空军的优势几乎被他们消磨殆尽。这个我赞成，我反对空军制胜论。就今天的中国而言，我觉得陆军仍然是老大。我这个航委会主任，甘愿做跑龙套的角色。有你这句话，我这个秘书长可以安然无虑了。中日难免一战，一旦有亡党亡国那一天，我可以用你周芷柔这句话为自己去开脱罪责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算了算了，不用解释了，我们换个话题吧。我请示过了委员长，想在近期派一个空军出访团，利用考察的名义采购一批飞机，这事非同小可。周主任认为谁当这个领队最合适啊？采购的事一直是毛邦初负责的。这个嘛，毛邦初，他是委员长的内亲。且不说空军方面对他有一些传言，为了避嫌，我也不觉得他是最合适的。这件事还是由您来定夺吧。您来航公署已经5年了，人头也熟。高志航，你来当这个领队怎么样？承我秘书长厚爱，不过志航官阶低微，资历有限，万一出了纰漏，怕担待不起。你留过法，我也相信你的专业眼光。不过，委员长是更喜欢剑桥出来的，我需要一个强硬的理由说服他。哦，对了，张学良将军当着我的面夸奖过高志航啊。张学良熟悉你啊？实不相瞒，在我来南京之前，张学良将军曾经亲笔为我向你写过一封推荐信。哦，都这么久了，你怎么没给我看过呀？我只是想自己收着，留个念想。你说说看，你什么想法？志航不想靠人际关系，而是想在战场上证明自己。你准备一下，这个出访团的领队就是你了。是。我想诸位都已知晓，南京航空总署基于国内的局势发展、空防战术的需要，现决定将空军的教导总队改为驱逐总队。下面分6个大队，
本人身为新任司令长官，深感责任重大呀。我在这里盟誓，我愿与诸位同仁一道，沐浴领袖光辉，秉承总理遗志，为建设我强大空军殚尽竭力，子而后已。下面，我宣布一个最新的任命。请高志航上台受令。此调任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中校教官高志航为驱逐总队4大队上校大队长，司令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。鉴于高志航在着数飞行当中的出色表演，航空总署决定授予他宝鼎勋章1枚。最后，我不得不说一些煞风景的话。尽管现在国内外报纸上一片溢美之词，不过我还是保守作见。高志航在着数上的飞行表演，他那些所谓的惊险动作，在我看来，纯属是莽撞的即兴之作，是花拳绣腿，是哗众取宠，是逞匹夫之勇，是东北人说臭显摆。哼，这是什么行为啊？啊，这是目无丧事的抗命行为。诸位，我至今都不敢想象啊！一旦要是那次表演失败，在观礼台上的那些军政大员们情何以堪？本司令长官在晋升表奖之外，要给高志航一个特别警告，希望他在喜悦中吸取教训，不可以再越雷池。高志航，哟，你自己表一下态吧。谨记总司令教诲，